小九，放开！小儿被莽撞，得罪掌柜了。我们在这里等，此事还要劳烦周兄了。好吧，若不是吴兄，我也不可能破此例的。前辈请随我来，周老已经吩咐过了，您想看哪里都行。劳烦掌柜了。几位道友，在下可来居掌柜，有要事相生，还请开门一叙。你不是在他们身上下了追踪印记吗？印记呢？就在里面啊。他们将衣服换了，兴许他们出去了。你继续在外面盯守，若有发现，赶紧用传讯符通知我。常人逃亡难以最近处跑，自认聪明者反其道而行之，朝远处逃亡。那我便选择不远不近的北门。大哥，我们逃出来了，看来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哎，别松懈，吴家大长老这种筑基修士，活了上百年的人物，绝不能以常理而度之。你们可看到有2男1女出城？2男1女，未曾。其余几处城门最近都没有2男1女3名年轻修士出去，不过北城门倒是有2男2女出去过，还带着一个婴儿。2男2女，就是他们。以我的遁速，若是林家大小姐几人往这个方向逃的话，那应该早追上来呀。毕竟根据城门守卫的描述，他们仅比我等先出城2个时辰左右。狡猾的小子，回去之后定要将你重重处罚，人都看不住。不行，就此离开，我实在不甘心。凝脂草极大可能就在这林雪英身上，错过这次，再想找到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凝精丹虽然不像引气丹、辟谷丹那般一炉出丹10粒，但正常情况下，一炉出丹2粒还是能保证的。若有炼丹大师出手，出丹3粒也不是不可能。若得了这凝脂草，届时2枚凝精丹在手，吴宗道消耗1枚，剩下的1枚自然而然就属于我了。毕竟我如今已是筑基中期巅峰修为，待吴宗道突破后成为真丹修士，有他的支持，那我修炼到筑基巅峰也并非难事。届时服下另1杯凝精丹，说不定我也有机会一窥真丹大道。真丹修士的寿元可是有足足500之多啊！每当想要推算某个人的位置时，只需要以此人相关的物品为媒介，消耗一定的寿元便能算出。物品的关联性越高，以及推算之人距离越近，推算出来的位置越精准。而我手中刚好有周巡他们换下的衣物，可以此为媒介，加上他们几人炼气期的修为，遁逃的距离不会太远。可恶，至少消耗了5年寿元。后面有人追过来了。筑基修士，阿里有一座极高的大山，若是冲进去，一
靠大山短时间的视野阻碍，或许还有一丝生存的机会。而且我储物袋中还有一枚高阶的遁地符。几名练气期的小崽子，再能蹦的，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了。似乎是鬼域，你们在此等候。若是我2个时辰没回来，你们就赶回去白云仙城，并且将这里的事变化上报。大长老，你不要多言。这是什么鬼地方？虽然此处极为蹊跷，但比之追在身后的筑基修士，反而显得没那么大的危险。毕竟两者相距最近的时候，也只有不到3里，以筑基修士的遁术，也就10几息的功夫。如今这地方对神识法力压制的如此厉害，想来对筑基修士同样有效。短时间看，我们算是安全了。大小姐，您可了解这黑色雾气到底是什么来历？似乎是传说中的鬼域。鬼域出现毫无规律，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它出现时，便是如这样一般黑色雾气。麻烦的是，这雾气有着压制修仙者法力的能力，只有修为到了一定境界，才能不太受这诡异雾气的影响。不过，这鬼域出现之后，很快便会消失的。至于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啊，会消失便好。我从上方看，这鬼域的范围不算很广，也就数十里的大小。我们若是朝着一个方向走，想来很快就能走出去了。但若是出去的话，那吴家大长老在外面等着我们，该如何是好？此时无需惊慌。方才我们落下时，似乎看到那吴家大长老也追了过来。想来他进到此处，也逃不过法力压制的命运。啊，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是往外走吧。哎，这是何物？莫非里面连接了这雾气的源头？小心，有东西！大哥，这是什么怪物？似乎是一个影子。他的那种感觉似乎是看到了某种美食。莫非这鬼童寺的生物竟是以此为食？大哥，你这是什么宝物，竟能驱散鬼物？哼，偶然得到的，今日才方知用处。我曾经在典籍中看到过，上古时候的法器需要血炼之法祭炼。啊，多谢。哼，这猴子竟能克制这里的黑雾，让我们都束手无策的鬼影，他竟能以此为食，这等灵兽实在是太罕见了。这猴子当真厉害。大姐，你可知道它的来历？我也不知。按典籍上描述，鬼域乃是世间极难对付的存在，没想到今日却碰见他的克星，此兽来头定然非同小可。有大哥这猴在，我们总算是高枕无忧了。既然如此，我们便继续前进，离开这鬼地方。如此一来，那我身上的法器都无法动用了。身为筑基中期修士，吴家大长老，我手中层次最低的法器都是上品，而且还是上品中的精品。放在外界，那都是妥妥的优势，但在这里却反而成了劣势。法器层次过高，而无法驱动。如此一来，我那些2阶符箓岂不是也无法激发？按照现在的速度，最多还有2个时辰便能穿过这片鬼域了。大哥，连清源都这般反应，看来前方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绕过去吧。走。大哥，好多鬼影，
快跑！吴光霄，林雪英，哈哈哈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三哥，怎么办呢？2个时辰到了，大长老还没出来。走。可大长老怎么办呢？大长老乃是筑基中期修士，若真有事的话，我们也帮不上忙，反而成为拖累。我们应该赶紧返回白云仙城禀告周前辈，若是能请白云真人出手，或许还能救出大长老。大哥，我们出来了。若不是法力被禁锢，我们也不会如此狼狈。此地太过诡异，竟然能压制法力。若不是周丹师的清源，恐怕我们这次都要凶多吉少了。大哥，你又救了我们一命。嗨，不用谢我，你们还是谢谢他吧。哎，清源呢？莫不是清源舍不得那些鬼影，又回去进食去了？不可能，清源若有对付那群鬼影的能力，我们也不会这么狼狈地逃走了。大哥，那怎么办？等。虚国东域有5大修仙之地，分别是鹤鸣山、清月湖、天台岭、白鹿谷以及枯叶崖。假丹境是介于筑基圆满与真丹之间的境界，同属于修真第3境。只不过假丹修士结的乃是一枚假丹，此生修为再无上涨的可能，可谓是断了道途。虽如此，但假丹修士享受500，与真丹修士无异，只是法力强度比不过真丹修士，只有后者一半，但终究未属第3境，压制筑基圆满修士还是不成问题的。清月湖有一手饲养灵鱼的手段，因而被人称为灵鱼宋家。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便留在这清月坊吧。大哥，这翡月坊当真繁华。见过几位道友了，在下宋之书，忝为此地掌柜。不知几位是要租赁洞府呢，还是店铺？宋掌柜，我们来此乃是为了租赁洞府的。不知道友想要租赁什么样的？灵地品质从1阶下品到2阶中品，风格从适合单人居住的单窟独栋到适合道侣或一家人居住的套间，甚至整个山头都可以租赁的。居住在西来峰的元普前辈便是租赁了整个山头作为洞府的。2阶中品的洞府也有？这等灵地已经能够满足筑基修士的日常修炼了，此地竟然也有租赁，当真是极为罕见。毕竟在红叶坊的时候，2阶以上的灵气浓度之地都是属于4大家族的，根本就不可能开放给外地修士的。我们宋家子弟稀少，用不了这么多灵地，租出去收些灵石也是极好的。贵家主当真是远见卓识。我们若是想要租赁1阶上品的洞府，不知作价几何呀？若是能有炼丹室接通地火的话，那就更好了。炼丹室？莫非道友还是一名炼丹师？当真失敬。不过区1阶中品，令掌柜的见笑了。1阶中品？未曾想道友如此年轻，竟是1阶中品炼丹师，失敬啊！其实不瞒道友，我们清月坊对于丹师、符师这等优秀的道友，租赁洞府是给予优惠的。若是上品技艺，只需50%。道友乃是中品丹师，可按上级技艺计算。如此的话，那便多谢了。这里有6座带炼丹室的洞府，
不知道友中意哪一座啊？一年10块灵石，道友只需5块。不知道道友打算租赁几年呢？5年。哦，对了，我这2位师弟师妹也需要各挑选一座洞府。原来2位也是丹师，还恕宋某眼拙了。啊，掌柜的客气了。3座1阶上品，租赁5年，承会75枚灵石。啊，我这师弟师妹不过是下品丹师，怎好占这个便宜？哎，有些优惠得了也就得了，可若不属于自己的也占了，那就要欠下人情了，人情债可不好还啊。道友如此年轻便是中品丹师，区洞府又算得了什么？不瞒道友，家兄正是负责洞中丹药生意的管事，如今正缺乏灵丹的货源，道友若炼制了灵丹，还请给我兄长一个机会。阳生万物气，阴藏万物形。此术当真是邪门，我还是筑基之后再行参悟吧。罗家道符真切，果然，灵符罗家的道符传承从1阶下品直至2阶下品。传说罗家出过准3阶的符师，而这道传承只能到2阶下品，看来并非是全本。不过2阶下品也足够用了。罗家秘库藏宝图，以我如今中品炼丹师的身份，至少修炼到炼器后期的资源是不缺的。这秘库还是留到我突破炼器后期之后再去探索吧。到那时候我也要着手准备筑基的事了，这秘库中的资源正好能用得上。再者，炼器后期之后实力更为强劲一些，探索那秘库也更为安全。毕竟罗家当年的子弟众多，谁也不能保证这宝库图就只有魏氏兄弟手里有这一份。按照现在的进度，大约还要3年，我便能修炼到炼器4层巅峰了。哈哈哈！周丹师来访，有失远迎。哼，道友何家出迎，实在是太过礼遇了。哈哈哈！在下石景峰，这位是卓晶与小女。哈，见过嫂夫人，还有这位小道友。哎，道友太客气了，来，里面坐。周兄。啊，大小姐。我来是想与你商议接下来之事。周兄洞府也太过单调了，待我培育好了一些灵草灵花，与周兄你这儿布置一些。刚好新得了一坛灵酒，大小姐可要尝尝？也好。大小姐是要商议接下来炼丹换取修炼资源的事吧？不错，我们在此地安顿，短些时候应当不会离开了，还是早日开启炼丹之事，以免坐吃山空。好，我明日便前往拜访那位宋家的丹药管事，商量炼丹之事。不知周丹师擅长哪些丹药？我方才进入中品丹师行列不久，如今擅长的中品丹药有清气丹、中品的回气丹、安神丹，还有中品解毒丹等。甚好，都是常用的丹药。我们一般有2种合作模式，第一种呢，便是我们提供炼制材料，你只要负责炼制，每出炉1枚正品丹药呢，我们都会给予一定的报酬。第二种呢，则是你自己购买材料，炼制好了，我们按照固定的价格收购。当然，材料部分可以直接向我们赊购的，炼出丹药之后呢，我们再扣除材料费就是了。第一种方式好在旱涝保收，炼制失败的风险由宋家承担，但是相应的收益也会单薄一些，适合刚晋升的丹师。第二种方式的话，风险由炼丹师自己承担，不过收益也能最大化，适合经验丰富的老丹师。我虽然刚晋升不久，但炼丹的成功几率丝毫不次于老丹师。我还是倾向于第二种。
虽然我手中并未完本，也只到2阶下品，但我还有罗家秘库的位置地图，那里定然会有完整的道符传承。若是未来不能找到更高阶的炼丹传承，届时再以符道为主，也并无不可。收。果然，有灵药和没灵药的修炼速度完全不同。若是天天能这般，那我有把握在半年内将炼体诀的进度推进到第2层。哼，成了。哼，看来我这制服的天赋并不比炼丹的天赋低啊。店铺有眉目了。周兄弟，幸不辱命啊！啊，那就劳烦宋兄了。怎么样，周兄弟可还满意？哈，这里很好啊。1楼可以作为销售区，售卖丹药，当然我炼制的符箓也可以放在这里销售。2楼的话可以作为雅间，若是有比较重要的客人，可以邀至雅间详谈。而后院则作为库房和休息区吧。那就好，这里每年租金是50块灵石，周兄弟打算租几年呢？哈，租期照旧，先租5年吧。哦，对了，我这里还缺一个掌柜的，宋兄可有推荐？我妻子的表兄原来也在这间铺子当掌柜，周兄要不要见见？哈，既然是宋兄推荐，那我自然是信得过，让他3日之后就来上职吧。那我便先替那位表兄谢过了。掌柜的，这生意如此火爆，黄某从业多年，可是闻所未闻呐。周兄不仅炼丹术了得，做生意也极有方法。今日盛况，宋某平生仅见。宋公子过誉了，七叔诚不起我。哼，还是自己出售，收益更高。啊，总算可以歇一会儿了。不过要是天天都能这样，我们就发了。周丹是如今在整个清月坊可算是香饽饽了。啊，大小姐过誉了。炼丹、修炼、制服、炼体，还有灵植。也是时候该尝试炼制上品丹药了。算是炼制成功了。哼，如今我在炼体的进度却是超过修为了，若是再配上我的法器、法术，战斗力的话，应该不下于一位炼气7层的修士，甚至还隐隐超出。周叔叔，爸爸。来，银儿乖，看看这是什么？啊，是灵蜜。哎，让周兄破费了。区区灵蜜而已。哦，对了，不知我麻烦你查探的事情可有消息了？我此来正是要告诉周兄此事。据说那鬼域不仅使得白云真人重伤，还折了一位筑基修士和几名炼气修士。那筑基修士据说出自于红叶坊吴家，那吴家可不得了啊，出了一位筑基大圆满。不过颇为蹊跷的是，那吴家竟遭了劫修的袭击，子弟死的死，散的散，偌大一个吴家就此落寞了。据说只剩下了一些旁支，退往了南面的封国，因此这红叶坊便只剩下孙离2个家族了。周兄可是林家子弟，
不过我并不是林家子弟，而是辖下的炼丹师。胡家如此下场，也算罪有应得。大姐，那我们是否可以返回红叶坊？如今的红叶坊不会再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红叶坊易主，林家强势回归啊！什么？林家是怎么做到的？毕竟当时的林家已经四分五裂了，何况红叶坊如今还有孙李二家，按理来说的话，林家是没有机会回来的。就算孙李二家同意了，那云光宗也不一定同意啊。看来这其中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师兄可查到林家回归的原因？周兄，你可还记得1年前云光宗发生的大事儿？啊，自然是记得，不过这与云光宗有什么关系？那林家不知走了什么路子，竟然与风月真人搭上了关系。在这位新晋真丹修士的支持下，林家重新入主红叶坊，再加上林家大长老筑基后期的修为，红叶坊自然是以林家为主了。有云光宗支持，林家在此入主也是应有之义。大小姐，林家回归红叶坊了。什么？林家重归红叶坊了，林家重立了。真的？是真的，这是执法队的石道友亲口所说。好，不知我父亲？这倒是没有查到，只知道是大长老带领族人回归的。没有消息吗？哎，放心吧，林家主筑基的修为，逃避追杀还是很容易的。大哥，林家真的回归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是啊，可以回去了。这下可好了，我还是怀念红叶坊的生活。那我们何时启程？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回返红叶坊路途遥远，一路上并不安全。此事无妨，届时可以与宋家表明身份，借助宋家的力量返回的。林家如今的靠山与宋家的靠山均为云光宗真丹，两家天然便是一个阵营，这种事宋家自然不会拒绝。也好，我去联络宋家。那店铺便劳烦周兄处理了。这次我不离开了。什么？大哥你不离开？对，我不离开了。大哥，为什么？红叶坊不是更好吗？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未来还有相见之日的。一枚聚灵丹或许能给林雪英提供一点帮助吧。大哥，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好吧，大哥，届时别忘了给我们写信。一定会的。哎，或许求道之路就是这般孤独吧。林家大小姐，周老，你真的不与我回林家吗？我可以跟我父亲说，不用入赘的。回了林家又如何？我心向大道，终究还是要离开的呀。唉，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啊。
品聚灵丹。这是聚灵丹？哼，终于练起5层了。东家，恭喜东家修为大进。周丹师，求求我夫君吧。先起来，进去说吧。说说吧，怎么回事？我儿如今年方15，已是炼气2层巅峰。我夫君为了给他购置突破炼气中期的丹药，便冒险出去猎妖，不成想妖兽没猎杀成功，反而被妖兽伤了，中了毒。如今生命垂危，请周丹师帮帮我们，我们夫妇定当牛做马报答您，求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到底是为了他那个15岁的儿子呀。你夫君中了剧毒，要我救治也可以，不过你们夫妻需要替我淡海阁办事10年，我便出手助你。我愿意，我愿意。你是遭遇到了什么妖兽？是一头妖蛇。我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灵草，采摘时没注意，还有妖蛇守护，就被它所伤了。若不是我有一张祖传的遁地符啊，恐怕回不来了。灵草？你说说，长什么模样？高约1尺，左右各有3枚蓝色的叶片。哦，对了，中间还有一个毛绒状的篮球。听着描述，像是蓝铃灯花。不要着急，你且说说是在哪里碰到的。那灵药所在之地，正是我们清月湖往西300里处。清月坊附近1000里，早就被清月坊的修士刮地3尺了，哪里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灵药？你莫不是在诓我？周丹师，我哪儿敢骗您啊？那你仔细叙说经过，一点也不得遗漏。是。昨日我过了清月湖，便一直往西，一路上仔细搜寻灵植药草，行了300余里，却是一无所获。我见天色已晚，便寻了一座山谷休息。那座山谷啊，从外表看极为寻常，除了一座水潭，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异之处。昨晚呢，我就在那儿休整，没成想啊，从潭中突然出现一尾灵鱼，大喜之下，我便追逐而下，潜入深潭之中。您也知道，我们清月坊之人生活在清月湖旁边，水性都不错。我往下深入了100余丈，又折返向上，出了水面，竟然出现在一个溶洞当中。溶洞？对啊，就是一个溶洞。出于好奇啊，我就沿着溶洞一直往里走，行了有足数千丈。而后呢，有一个足有数百丈大小的巨大溶洞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而那株灵药便生长在其中。好了，你将那山谷所在之处话与我。若是你所言当真，我便免去你1半的劳役，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也可以收为记名弟子。这里是2枚毒丹。我懂，我们吃。你2人这段时间就待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今日之事不得泄露半分。是，周丹师您放心，我们夫妇啊，以心魔发誓，绝不泄露此事半句。当家的，你为何让我送你到周丹师这儿？房室内炼药铺子也有好几座的。因为他才是最合适的。周丹师如此年轻，便是中品炼丹师，连宋家的公子都要以礼相待，未来啊，必定大有前途。我们能为周丹师做事，已经是大造化了，更何况
他已经答应要收松儿为弟子。那不是说咱们松儿未来也会成为炼丹师？不错，只要我们按照周丹师说的去做。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何要寻周丹师？那株灵药再过珍贵，也不是我们能够拿得住的。如今能为自己换来挡风遮雨的活计，能给独子换来远大的前程，这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况且这周丹师修为不过炼气中期，再加上他是外来之人，在此地没有根基，在房市中也是没办法杀人灭口的。反倒是若将灵药消息献于真正的大人物，那才是真正的灭门之祸啊。低阶修士中亦有高人，此人毒素看似极重，其实危及不到生命，而他昏迷的模样也是假装的，但是假装的非常低级，仿佛是特意让我发现的。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是他有意而为之罢了。也罢，待我取了灵药回来之后，便收他儿子作为记名弟子，一来是安他的心，二来嘛，也是将他儿子当作人质。如此一来，这件事便无忧了。喂，郑掌柜，你这里可有布置简单、易于携带的阵法？道友炼气9层修为，要这等法阵作甚？你们百宝阁卖东西，莫不是还要询问用途？没有，你不愿说，那我就不问了。这法阵啊，当然是有的，从1阶下品到1阶上品，不过价格可不便宜。你拿出来便是。好，来，你看，这套是下品木元3才阵，共有阵旗3枚，有着警示和防御的效果，可以抵挡寻常炼气中期修士的攻击，价格15块灵石。这套中品法阵名曰金云阵，防御力卓绝，就是寻常炼气7层修士也能抵挡数个时辰，售价90灵石。至于这套上品法阵，名曰99天元阵，乃是著名的困杀阵，寻常炼气后修士落入其中，必死无疑，售价600灵石。600灵石？你怎么不去抢啊你？寻常的上品法器也就这个价格了吧？再说了，这法阵再强横，也不过是死物，谁还会傻着往里闯不成？这便是此阵另一重妙处。此阵在炼制之时，经过阵法大师的改良，加了一重隐匿的变化，就算是筑基修士也要仔细搜寻才能发现，寻常炼气后期修士根本无法发现。若是不信，道友你可以试试。若不是那处瑕疵，又岂会售价仅在600灵石？反正就是这个价格，你爱要不要？起！
看来只要灵药够高级，不仅灵根会得到提升，同时修为也会得到一定幅度的增长。今天这一番修为提升，至少节省了数年的修炼。哦，对了，还不知道这次灵根感应度提升了多少。如今我灵气转化率有不小的提升，大约提升了3点灵根感应度。周丹师，您回来了。你们没有骗我，这很好，此事便到此为止。这是解药，你们将它服下，明日开始你们便在阁内住下吧。黎明即起，杂草庭除，要做到内外节俭，忌荤辨析，关锁门户，需亲自检点。这些全部交给你们了。是，东家。对了，明日便让你们的儿子来丹海阁吧。多谢东家。周兄弟，这么巧？师兄这是下旨了。不错。对了，师兄，你可有相熟的炼气师啊？我想打造一顶炼丹炉。要说这炼气师啊，要数火云大师了，不过他也只能锻造中品法器，至于更高的，我们清月坊确实没有了。我们整个东域也只有天台岭房氏的野云大师能够锻造中品以上的法器。周丹师好，见过周丹师。东家，这便是犬子。第一眼印象还算不错。弟子周劲松拜见师尊。从今日起，你便是我记名弟子，日后需好生修炼。这些你先拿去看，有不明白的再向我请教。是。周丹师莅临，我百宝阁蓬荜生辉。郑兄过誉了。周某此来是想购置一套御兽之法，不知百宝阁可有此物？若是太过珍惜的传承，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如果只是寻常的御兽之术，我这里恰好有一套。承会60灵石，不过既然是周丹师购买，50灵石便好。周丹师，你购买这御兽之术，想必是要培育灵兽的，不知可要购置灵兽袋以及辅助灵兽生长的4灵丸啊？那还请郑兄介绍一二。我这灵兽袋内部空间极大，体型数丈的灵兽都能容纳，价格80灵石。至于这4灵丸，下品的极为便宜，1块灵石1瓶，中品的则要5块，上品则要20块。灵兽袋我要了，至于这4灵丸就不必了，毕竟周某也是一位丹师。按宁春经提取的植物精华，可以提升灵根资质，不知这精华对灵兽是否有用啊？不如以炼制上品丹炉为由，前往天台岭房氏。周兄弟欲往天台岭方氏定制丹炉，莫非周兄弟已进阶上品丹师？未曾达到，不过周某欲借丹炉之力，尝试炼制上品丹药，借此晋升而已。看来最多数年，我清月坊将再添一位上品丹师了。那便借宋兄吉言了。周丹师，天色将晚，领队决定在此地扎营，让我过来询问您的意见。周某不过随行之人，一切按白领队的意思就好。周丹师，这天台岭到了，我们还要赶回白鹿谷，就不便多留了。好，此行多谢白兄照顾，下回再来清月坊，可别忘了寻周某吃酒。周丹师所请，白某一定前往。坊寺内除了客栈、洞府之外，不允许过夜。多谢提醒。这位道友是第一次来天台岭吧？不知阁下是？在下姓王，本地居民，偶尔做一做风信子的活计。
哼，也好，你便带我走走。多谢。不知野云大师的炼器房在哪里？原来道友是来找野云大师炼器的。野云大师可不好见啊，他是整个东域唯一能炼制上品法器的炼器师，找他炼器的人极多。哼，无妨，你且带我去看看。这就是野云大师的炼器房？这可配不上野云大师东域第一炼器师的名头啊。我就猜道友会如此问。野云大师也是本地修士，这座炼器房乃是他家祖传下来的，为了纪念亲人，因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羽幻，你来干什么？师父已经将你逐出铺子了。是这位道友想要找野云大师定制法器。既然是这位道友要定制法器，那便随我来吧。哼，多谢道友带路。在下姓周，是一名丹师，此行乃是特意找野云大师定制上品丹炉的。哦，原来是周丹师，方才多有怠慢，在下陆怀，野云大师的四弟子，不知道周丹师想要定制什么法器。哼，上品丹炉。道友竟然是上品丹师，失敬失敬，我这就向师尊禀报。上品丹师？上位进阶，定制这上品丹炉正为进阶而来。年轻人，不诚实。定制丹炉，有什么要求？你说吧。这丹炉的火道，还有这内部。这丹炉倒是不难，算上材料费，收你600灵石。可以。收你1半定金，3个月之后再凭借令牌过来取。道友竟有1阶极品妖兽材料。野云大师请看。果然好材料啊！这一身外壳可以打造成上好的灵甲，至于这几只爪子，似乎还有破甲的功效。不若打造成一柄破甲锥，道友意下如何？那就按大师说的办吧。打造这2件法器，我还要出不少珍稀材料，因而一共收你600灵石。可以。半年后，你再来取走法器。半年有些久了，在下有些急事，若是能在2月之内打造完成的话，那在下愿多出100灵石。100灵石，对于后期修士也是很大一笔了。但此人能拿出1阶极品妖兽材料，想来是那种战力极为强悍的后期修士。这等人物是不缺灵石的。若是辛苦一些，通宵达旦的炼制，是能提前将这2件法器炼制出来的。就按道友说的办，2个月后前来取走法器。这批丹药啊，1100灵石如何？那个有些少了吧？算下来还不到售价的70%呢。实在是呀，这批丹药数量过大，数量一多，整体售价也会相应下降的。1200灵石，不然我便不卖了。好吧。掌柜的，再长长眼，看看值多少灵石。1阶极品妖兽，这么大的材料，750灵石。可以。老夫这就去取灵石。库房里的灵石前不久刚被总会提走，只留下白袍哥运转所需。如今货品尚未售卖多少，灵石还没有收上来，存量不多。
此时若一次性交给他近2000灵石，恐怕要影响整个百宝阁运转了。哈哈，我们阁中最近新到了几件上好的宝物，道友可有兴趣？什么宝物？道友不如介绍一番。若真有心仪的宝物，买上一件也无妨。请看，上品法器火云剑，附带一道中品法术火雨术，售价570枚灵石。上品法器铁罗伞，极为少见的攻防一体法器，售价700灵石。哼，攻防一体看似好用，一件法器的价格，2种法器的功效，然实则鸡肋。论攻击能力，比不过同层次的攻击法器；论防御能力呢，比不过同层次的防御法器，只能欺负一下低层次的法器而已。哼，老头儿，我才不会上你的当。这种货物，道友还是不要拿出来的好。这第3件呀，名为云雷子，乃是修真界大名鼎鼎的天雷子的仿制品。虽然威力只有后者的1/10，但也是威力无穷，堪比筑基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了。售价900灵石。就它了。终于练起5层巅峰了。那日灵根提升之时，连带修为也提升了一大截，如今短短数月就已经到了5层巅峰，这应该是我跨越最快的一个层级了。曾经为了突破1层，花费数年方才有成，如今不过数月，修真界的机遇当真是令人不可琢磨呀。当真是轻松的一天呢，这感觉是要突破了。终于练起6层了。吴某幸不辱命，道友试试看。这次的材料极为上佳，我炼制的极为顺手。这灵甲放在上品法器当中都堪称精品了，可以说是我数年来最好的作品之一。这套灵甲自带一个金刚罩法术，就是寻常炼气后期修士都难以攻破。很好，我很满意。道友再来看看这破甲锥，这破甲锥以求鱼利爪为主材，掺以珍稀材料银精炼制而成，未属上品，有破甲之功效，对于灵甲、盾牌类的防御法器颇有奇效，道友可以试试。好法器，不愧有破甲的功效。我这叠灵铁专为测试法器威力而制，就是最顶尖的法器也无法全部穿透的。道友这枚破甲锥一击穿透大半，与一些普通的极品法器相比，也差不多了。这也是大师的技艺高超。师兄，隐藏了这么多年，手里的灵石也花了差不多了，是时候再次出山了。如今出手，动作须得小一些，若再次引起云光宗的注意，就不好了。此事我自然晓得，我手底下有个人儿，偶尔做做风信子的活计。据他报道称发现了一个炼丹的小子，炼气中期的修为，但出手就是定制上品丹药，绝对肥得流油。此事你带1队人便够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解决了他们才行。那日距离最近之时，我看清了非洲上的人数，
一共是7人。虽然说距离太远，看不出他们的具体修为，但肯定不会太高的。毕竟他们御使的乃是下品灵咒，肯定还在炼气的行列。他们应当是1、2位的后期修士带队，配合数名炼气中期的，甚至是炼气初期的修士组成。毕竟没有后期修士的话，他们也无法驾驭容纳7、8人的灵咒。要说全部都是后期修士，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一个寻常筑基家族的炼气后期修士也就这个数量了。我不信会同时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追杀我而来的。那小子躲在那峡谷里，妄想借此逃避，可惜他不知道我有灵蝶在手，永远也逃不掉。还是三爷高明。三爷，我一直不解，这小子不过炼气中期而已，我们几个就把他拿下了，何必劳烦您老亲自动手呢？更别说咱们全队人都出动了。干我们这一行最忌自大。当年三爷我能躲过云光宗的通缉，靠的就是这一手谨慎。狮子搏兔义勇全力，更何况是一位明晃晃的修仙者。再者说，此子身家丰厚，极有可能是一名中品炼丹师，甚至上品炼丹师。炼丹师赚取灵石的能力，你们也听说过吧？若就此击杀，实在太过可惜。三爷的意思是将他绑走，让他专门替我们炼丹，这才是细水长流之计。不错，三爷高明。嘿嘿，三爷的境界实在是高出我们太多了。好了，那小子就在下面，待会儿动手的时候小心点，别给我弄死了。哎呀，好嘞，三爷您就放心吧，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罢了。那是什么啊？雕虫小技，连法器都算不上的小玩意儿。对呀，我看这小子就是黔驴技穷，这种小孩子玩的玩意儿也好意思拿出来，我随手就打发了。不好！我去，这云雷子的威力也太过强大了吧！不仅将这些人全部击杀了，连他们的储物袋也全部消融了，就连那枚非洲也只剩下了一点残骸。或许还有一些残破的法器从空中掉落。若是有2阶炼气师出手，或许能熔炼出一些材料出来。